最不正经的那2年，我跟徒弟搞在了一起，和他做尽人间快乐事。我把毕生所学倾囊相照，让他成为剑宗最疯狂的弟子。然而在仙门大比上，他却将我们无休的情景公之于世。天哪，那人真是掌门！看吧，这就是你们人人敬重的掌门。其实背地里不过是个求人的贱货。自那以后，我沦为整个修仙界的笑柄。徒弟成为了新任掌门，亲手抽掉我的仙根，将我逐出宗门。后来，我流落人间，沦为乞丐，任人欺辱。哟，这不是剑宗的沈掌门吗？怎么来大街上要饭了？嘿，老东西真不要脸，强迫自己的徒弟做那档子事儿。哎，沈玉溪居然还是那个，可不，还是下面那个呢。他徒弟当众把流光镜拿出来他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傻眼了。那画面，那动静。此时此刻，望着他们当面对我指指点点，我恨不得原地消失。但他们对我充满了兴趣，将我围得水泄不通，越聊越来劲。怎么有脸做那事儿，没脸见人啊，陈掌门？恶心！吃吧，叫花子。从前我有法力护身，只靠西风隐月可以3、5日不吃饭，辟谷之时更是能坚持3个月。可如今我身上一丝法力也无，跟凡人无异。2个月来饥寒交迫，我早已饿得头晕眼花。我沈玉溪，乃天下第一大宗的掌门，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我到底错哪儿了？我错哪儿了？我错在身为掌门，却违反门规，对徒弟动情。我错在自己是个男人，却生来喜欢男人。我错在把一厢情愿误当成两情相悦，恶心了别人却不自知。师尊好生狼狈啊！你既厌恶我，早些拒绝我便是。我从未强迫过你，你为何要如此？我要是拒绝了，
师尊还会对我好吗？忍受2年屈辱，换取如今的地位，值得。屈辱？原来我一直自以为真心的相待，在别人眼里竟是一场屈辱。师尊不饿吗？师尊不是爱我的要死要活吗？怎么一见到我就想跑？你不是嫌屈辱吗？你如今这般，究竟是在恶心我，还是在恶心你？师尊，我听说您在人间过得不怎么样，徒儿放心不下，特意百忙之中抽身过来看看。这么久了，师尊难道一点都没想我吗？为什么不看我？师尊，我最讨厌你这副模样，看似高高在上光风夜月，其实内里却跟外面的娼妓差不多。哼，你该不会忘了以前是怎么在我身下婉转承欢的吧？师尊终于有脾气了，很好嘛。我生怕你无知无觉，忘了自己的处境。我知道自己的处境，我知道自己失去一切，一无所有，活得连狗都不如。如今整个修真界都在看我笑话，你满意了吧？你可以滚了吧！徒儿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，念在你从前真心爱慕我，又施舍给我不少好处的份上，我不想对你赶尽杀绝。师尊，你只要求求我，姿态卑微一点，把我哄开心了，我就带你离开这个地方，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把一个人踩进泥沼里，从深到鲜毁得彻底，我沈雨熙还没有见到这种不识好歹。这是你以前送我的衣服，不过我穿着嫌恶心。那晚的雨渐渐下得很大，我从土地庙门口一直走到郊外的渔村，中途还摔了几跤，狼狈不堪。我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也知道自己无处可去，我只想让大雨冲刷掉满身罪孽，然后干干净净地离去。我出身仙门世家，自小根骨齐家，聪慧敏达。13岁在修真界展露锋芒，17岁在仙门大会上一举夺魁，20岁继承掌门之位。剑宗在我手中快速发展为天下第一宗门。我凭借超绝的参悟能力和出神入化的剑术，修为真至化境境，渐渐窥得仙缘。曾有仙人入我梦境，隐晦指点。再有1年，我便可飞升成仙了。飞升成仙是所有修行之人的终极目标，有些人苦修几百年甚至上千年，天时地利但凡出那么一点偏差，便会错失仙缘。显然我沈于熙是幸运的，但我自作自受，自取灭亡。萧逸用我送给他的流光镜，记录下要我们相处的一点一滴，枕边细语，床肆之情，悉数展示给众人看。门规第1条，师徒不可相恋，犯此禁者，废除修为，赶出宗门。天下修士无人是我的对手。若我不愿，没人敢奈我何，更没人能奈我何。可是做了就是做了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我不想抵赖。身为掌门，理应表率。于是我自散修为，
主动离开了拓苍山。初时，萧林把我关到思过崖，他担心凭我的聪慧与资质，即便离开了剑宗，依旧能修习术法，说不定过不了几年，又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宗师。为了杜绝后患，他抽掉了我的仙根，痛得晕过去，又被疼醒，自此彻底与仙术无缘。我从没想过有朝一日，我最爱的那个人会成为伤我最深的那把刀。河水会带走世间一切肮脏和污垢，也能带走关于我的一切。喂，小伙子，你不会是想跳河吧？我今年68，身体残疾，老伴早死，唯一的儿子失踪半年，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。我在河上靠划船渡人勉强混口饭吃，我这样的人都没想过寻死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的就想不开了？是啊，一直以来我都困顿于自己失去了什么，却从未想过自己拥有什么。和这位老先生相比，我至少身体健全，有手有脚，还是一副年轻的躯壳，怎么就会觉得走投无路了呢？我犯了错，但我得到的惩罚已足够赎罪，我该原谅自己了。自那日拜别老先生后，我做过许多活计。我在客栈当过店小二，在街角摆摊帮人写过家书，可都很快干不下去。客栈掌柜嫌我总是冷着一张脸，不会点头哈腰，不会笑脸迎人。写家书又被附近的恶棍收保护费，我据理力争，告诫他们此举违反朝廷法度，他们不仅把我的摊子掀了，还揍了我一顿。世道艰难，营生不易，好在码头上缺人手，于是我便在那里当起了搬运工，包吃包住，一天干满7个时辰，还可以赚2钱。刚开始我踌躇满志，想着扛几个麻袋算什么，哪料第2天便腰酸背疼，神些爬不起来。凡人的肉体凡胎，原来单是为了活着，就已经充满了艰难。真没想到师尊居然能屈能伸到这个地步。我在燕归楼备了一桌好菜，还点了师尊最爱的秋露白，师尊想不想去？不劳萧掌门费心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，请尽快离去吧。这是给人吃的吗？这玩意儿你能咽得下去？你以前嘴那么刁，太咸的不行，太油的咸腻，葱丝儿不吃，食材不新鲜的不吃，这玩意儿跟猪屎一样，你下得去口？我要回去睡觉了，你自便。去哪里睡？跟一堆臭男人挤在密不透风的屋子里，睡成一排，师尊能受得了？别人能受得了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这里糙汉多，师尊现在该不会就好这口吧？哼，不管我好哪口，总之不会再好你这口，你放心就是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师尊，你的品味应该不会下降的那么快吧？吃饭可以不挑，找男人可不能不挑啊！要不这样，你陪我一次，我找个地方把你藏起来，好吃好喝的待你，还会经常去看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萧玉，现在是你让我觉得恶心。陈玉溪，我恶心？当初你说喜欢我的时候，怎么不嫌我恶心？如今倒是端起来了，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高高在上的师尊了，凭什么嫌我恶心？恶心吗，师尊？
宗中有急事，请掌门尽快回去处理。什么事？月牙谷涨水冲断了碧波桥，碧波桥的石块顺着山峰滚下去，正好砸了您居住的凌风阁。你快回去看看吧，免得晚上没地方住了。结果了。小师弟继承掌门之位后，性情大变，不准弟子前来探望师尊。银钱乃诸位师弟所凑，请师尊不要推辞。望师尊珍重，拓苍山弟子拜上。我拿着浮光他们的心意，当夜便离开了码头，来到一个还算安静的县城。以前当剑宗掌门之时，我就曾打算等有时间的时候，把自己的修行经验写下来，整理成册。只是一直诸事繁忙，没想到等真正有时间了，竟是如今境地。天下向往修行的人有很多，但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得到正确的指点。很多人因不得修行要法，走火入魔，甚至走上邪魔歪道。希望我写的东西能帮上他们。闲暇之余，我在院子里辟出一块地，种上了土豆、胡萝卜、白菜。我还养了一窝鸡，一只狗，母鸡下的蛋可以拿到早市上卖。隔壁开早餐铺的王大娘有时候生意忙，我便过去搭把手。她会送我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。市井烟火其中，我内心感到了久违的宁静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沈掌门，你让我好找啊！剑宗和公孙衍有过一些过节。多年前，毒王谷的人种毒草污染水源，致使方圆几十里的百姓染上恶疾。那时萧炎初出茅庐，被我派下山历练。少年心性嫉恶如仇，他一把火把几十亩毒草原烧了，还孤身杀上毒王谷，逼公孙焕交出解药，给附近百姓治好了病。然而公孙衍表面求饶，却暗中使毒。等我赶到时，萧逸像傀儡一样被公孙衍操控着，对我拔剑相向。我有所顾忌，无法使出全部本事。师尊，你杀了我，别伤着自己。我自然狠不下这个心，很快就被杀红了眼的萧逸逼得节节后退。那是师尊，不可，不可！萧逸！那天，公孙衍被我削掉左臂，废了大半修为，最后是被几个手脚还能动的弟子抬走的。也是那时我才发现，因为体质特殊的缘故，打斗时公孙衍曾几次对我暗中下毒，可毒却在我身上起的作用很小，而且还会延迟发作。哼，陈掌门，你现在虽然是个没用的废人，但你这副躯体用来试毒，